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手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那这期影片要跟你分享的是一个年轻的小资主，他从18岁刚高中毕业的时候呢，进行定期定额的投资，每个月投资5000元，然后在30岁之前呢，就获得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的一个故事。在2007年的时候呢，有一位少年，他刚从高中毕业，那他进入职场的时候啊，只有18岁。那个时候啊，新闻不停的在播报台股指数啊创新高，外资最爱的地方啊就在台湾。所以呢，这时候啊，他就决定他一定要步入股市。他认为投资的话呢，可以让他更快的致富。那因为他只有高中毕业，所以他在2007年的时候啊，只能领着台湾的最低薪资。那时候台湾的最低薪资呢，只有16000块。而他也非常的明白，他自己不是一个金融从业人员，他也不了解什么分析股票，这些对他来讲都太困难了。所以他就选择了一档 ETF。这档 ETF 呢是追踪台湾前50大企业的 ETF。这档 ETF 叫做0050。那他从18岁开始投资到今年已经33岁了，你觉得他现在的投资资产会有多少呢？好，那在继续讲下去之前，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你想要脱离对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的状况的话呢，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在这边每周分享有用的投资知识，相对人非常的有帮助。那如果你想要每天都增加一些投资知识的话呢，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或者是脸书。好，那我们继续讲下去。好，那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小伙子他所投资的 ETF， 它的名字叫做元大台湾50基金，它的成立日期是在2003年的6月25号，那成立至今呢已经有19年的历史了。那目前这档 ETF 的受益人数是43.5万人，是台湾第2多受益人数的 ETF 哦。那这档 ETF 它所追踪的指数是台湾50指数，那这个指数的筛选规则就是筛选台湾前50大市值的公司呢纳入这个指数当中，当然它也会进行一些流动性的筛选。所以这档 ETF 啊可以说是包含了台湾前50家最好的公司哦。那这档 ETF 它的目前的股价是135.5块钱。那如果你要买一张的话呢，一张大概就是135000块。那这档 ETF 它最近1年的殖利率是 2.32%， 那它1年呢是配发2次股息，也就是分别在每年的1月跟7月的时候会进行配息。那最近一次配息是在今年的1月份，那它配息是每一股配发 3.2块钱。它在2021年的总开销费用是 0.46%。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档 ETF 的产业分布的部分。那这档 ETF 呢，它有 70.3% 的资讯技术类，以及 13.1% 的金融类，还有 6.5% 的原物料类，还有 2.5% 的通讯服务类。那你可以看到这档 ETF 它的产业分布的部分，它是非常的集中在科技产业的部分，所以这档 ETF 啊，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档科技类的 ETF。而它成分股占比最高的就是台积电，台积电的占比呢高达了 46.2%。好，那我们介绍完了这档 ETF， 那我们故事就继续咯。那这个少年他从2007年开始投资之后，不到2年的时间啊，他就遇上了股市大危机。那时候啊是2008年的次级房贷危机大爆发。那台股的那个加权指数啊，从9700点啊，2年之内啊下跌到了只剩下4200点。那这个少年他的投资资产啊，当然也是不幸的腰斩啊，直接蒸发了 55%。那这个过程啊是非常的痛苦的他周遭有许多朋友就此不相信投资股市，甚至把股市认为是一个赌博的地方。那这个少年啊，他就心想着反正我觉得台湾啊一定会越来越好，而且呢我什么都没有，我就是耐心，我有时间，那我就跟他熬下去吧。所以这少年呢就持续的定期定额的投资0050。结果这个少年呢，他在28岁的时候啊，他的投资资产啊已经为他累积了第1桶金。那有多少人可以在28岁的时候呢，就能累积到人生当中的第1桶金呢？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绩效。而在15年后的现在，他总投入的资产啊来到了92万。那他总共获得了19张的0050，他的总投资报酬率呢是来到了 177.4%， 最终资产来到了256万哦。你可以想想看，他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的一般人而已他每个月只是存5000块钱，这5000块钱也没有说非常非常的多，那他就可以获得这样的绩效，你不觉得非常的棒吗？那我附带一提，如果他那个时候呢，他是将钱
直接拿去存在银行的话，那你知道15年后的现在，他那一笔钱总投入92万，他那笔钱现在呢也只有97万而已哦。那从这个故事当中，其实我得到一些启发了。第一个就是，你觉得投资要获得一个好的报酬，它需要一个特别的投资技巧吗？你觉得他有特别的投资技巧吗？那我觉得是没有啦。他投资不到2年的时间，他的资产就遇到了股市大危机，少了55%。那他有使用什么样的技巧呢？他只有使用一个技巧，那就是定期定额的投资。那第二点就是，你觉得他有非常的节俭，然后呢来存钱来做投资吗？答案是当然没有嘛。他在第一年领到薪水的时候是16000块，他也只有拿30%的钱拿来做投资。那我相信他工作的越来越久，他的钱他的薪水当然是越来越高嘛，但是呢他还是每个月只投资5000块。所以在存钱投资这方面，他也没有到特别的优秀，他也只是一个一般人的投资方式而已。那我相信荧幕前面的你一定可以做得比他还要更好。那你觉得他的投资策略还可以持续下去吗？那我自己的看法是只要台湾的经济可以持续的发展，那我觉得这个投资策略就可以持续下去。那投资股市、研究股票并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要了解一家公司它的竞争力、它的财报、它的财务数据等等，是非常的不简单的。我们股市当中有多少人可以像巴菲特一样投资60年，平均年化报酬率高达21%呢？而且如果研究股票，然后又获得高报酬，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的话呢，那又怎么会有美股大盘长期投资可以打败20%的基金经理人这种事情发生呢？所以就算是你没有特别的投资技巧，你只要用对的方法，然后呢找到正确的投资标的，你也可以很轻松的投资，然后获得一个可靠的报酬。那如果你是一般人的话呢，那我也是比较建议你去投资追踪整体股市大盘的指数型 ETF 哦，因为这样长期下来的话呢，也是可以获得不错的报酬。好，那听完以上的故事，你觉得这个少年他有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呢？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好，那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那欢迎点个赞再走，持续输出不易，非常需要你们的支持。那我是不随意预测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 Kevin，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OK 吧。